清迈素以美女和玫瑰享誉天下，有泰北玫瑰的雅称。清迈位于海拔300米的高原盆地，四周群山环抱，气候凉爽，景色旖旎。古迹众多，商业繁荣，是东南亚著名的避暑旅游胜地。这座小城安静、淡雅，空气干净清新，呼吸就像在亲吻恋人的脸颊。这里没有消磨时间的温柔海滩，没有疯狂血拼的豪华商场，有的只是近乎于凝固的时间，和让人心情无比舒爽的安静。你可以毫无目的地，在古城中放空漫步，也可以穿越丛林，跋山涉水，更可以在周末夜市疯狂血拼。喧闹和安详都自然地结合在这座城市。来清迈，体验曾经兰纳王国的独特文化历史，细嗅这朵清雅的泰北玫瑰。泰国旅游攻略之清迈 Chiang Mai， 泰国10个最佳的旅游景点之一。上集，一起了解和分享。清迈是泰国北部最大的历史文化城市，也是泰北政治经济中心，为清迈府的首府。清迈城内古色古香的寺庙殿堂与新建的白色建筑物错落相间，富有泰北色彩。城内古代历史文化遗迹遍布。现代民居、商务楼林立，车水马龙，熙熙攘攘，景色独特，繁华异常。近代来，不断涌入这里的外国人，除了旅游，则是因为清迈是泰国手工艺品中心的缘故。这里手工制作的雨伞、珠宝，特别是银器，和木雕，享誉海内外。清迈的发达程度仅次于泰国首都曼谷。清迈也是泰国第2大城市。清迈距离曼谷约700公里，搭飞机是最快捷也是最方便的，大概1个多小时即可抵达。曼谷到清迈的火车车程约为15个小时。乘坐大巴的车程约为9个小时。考古发现，在清迈地区，远在2000多年前就有人类居住和生活，但到了1296年，才由兰纳王国的孟来王
建立成为泰北第一个独立王国兰纳的首都。位于清迈文化中心的正前方，有一座三王纪念碑，述说着清迈城是得到了另外2位国王的帮助。三王纪念碑是清迈的重要地标，也是泰国最重要的纪念碑之一。主要是为了纪念兰纳历史上最重要的3位泰北国王：兰甘大帝、孟来王、安孟王。清迈在泰语的意思是新城市，在兰纳王国1296年订定首都时所取的，清迈取代了清莱，成为兰纳王国的首都。孟来王时代，清迈逐步发展成一个强的泰北王国，大兴土木，人民福泰，也兴建了不少寺庙建筑，还兴建了护城河，用以防御和抵抗缅甸军队的入侵。1556年，清迈被缅甸军队攻克。缅甸人占据了清迈，直到1775年，吞武里王朝国王郑昭将缅甸军赶回到泰缅边境，清迈被重新夺回。由于缅甸人占领清迈很长的一段时间，缅甸的文化、宗教、建筑、语言、烹饪等等，对清迈都有很大的影响。1874年，泰王拉玛五世朱拉隆功登基后，收回了对清迈的控制权，撤销内政自主的制度。在1939年，清迈才正式成为泰国王国的一部分，并为泰国北部的行政管理中心。1996年，清迈举办了建市700周年纪念和庆祝活动。现今的清迈府总共有将近150万人口，面积20107平方公里。但是观光客多半还是仅参观位于清迈府西方，占地360平方公里的清迈古城及其近郊。清迈与曼谷有着天壤地别的时空感。曼谷绚丽又忙碌，清迈则淳朴悠闲，是泰国最让人流连忘返的城市。塔佩门 The Five Gate 是清迈古城5城墙之一，吉东城墙是清迈古城保存最完整的城墙。塔佩门是清迈古城所遗留下来的唯一遗迹，古城于1296年所建成。可以看到塔佩门城墙由褐红色砖块镶砌而成，非常气派。塔佩门古名清乐阁，有船之城或船贸之地之意，它是清迈古城所遗留下来的最完整的一座城门，可以说是清迈的迎宾大门。不仅仅有沧桑丰厚的历史，还是新晋清迈拍照最好看的地标。褐红色的砖墙和成群的鸽子，是游客们心目中塔佩门的标志。当清迈古城于1296年成立时，它建有城墙和护城河。城墙、护城河、城门不是装饰性的，它们是为防御城市而建造的。清迈一直是独立的兰纳王国的首都，直到1556年，
缅甸人最终以武力占领了这座城市。从那时起，城墙和5座城门都因天气原因和当地人将砖带走，用于建造其他东西而变得支离破碎。由于此后的城墙拆除，所以只剩下了塔佩门。现今的塔佩门是重建的原始大门。清迈政府根据古典和历史的记录，参照1897年的城墙旧照片，于1985年对塔佩门进行修葺重建。正对塔佩门的路就被称作塔佩路。乘火车抵清迈的游客多是经塔佩路从塔佩门进入古城的。从塔佩门开始你的古城之旅是最佳的选择。同时，现在这座让人印象深刻的大门，还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摄影点。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影师们，会从不同的角度来捕捉城门美丽的瞬间。红墙配蓝天，清晨或黄昏，人较少时十分美丽，带有点沧桑感。当然，吸引游客前来这里游玩的另一个主要因素，就是塔佩门的夜市。周日夜市从塔佩门开始，沿主干道向西蔓延。夜市会售卖各类手工杂货、各种泰式美食，还有不少街头艺人和路边摊按摩等等。晚上逛完夜市后，可以在这里漫步栖息，非常有情调。城门的两侧是护城河，塔佩门前是一个小广场。没有夜市的时候，广场旁的河里有喷泉，还有很多的鸽子。白天可以坐在城门旁树荫下的椅子上，悠闲地坐着，喂喂鸽子。看看往来行人，并放空自己，是多么惬意的一种体验呀！另外，城门旁边还有麦当劳、星巴克和一些小酒店。古老的城门搭配现代化的商店，以古移今，让人仿佛穿越时空。清迈总会给人一种古老清新的感觉。塔佩门 The Five Gate 亦是给这里添加了些许古老的味道。相信到这里参观的游客们，都会对这片土地留下特殊感受和独特记忆。泰国作为东南亚著名的千佛之国，深厚的佛教文化在泰国北部城市清迈体现得淋漓尽致。虽然面积只有曼谷的1/7，但清迈有着300多座寺庙，其中最为著名、地位最高的当属汽笛龙寺 Wat Chedi Luang。这座寺庙位于清迈古城的心脏地带。汽笛龙寺 Wat Chedi Luang。帕辛寺 Wat Pa Sing 将会在下集讲解。素铁寺 Wat Pa Tat Doi Suthep 将会在下集讲解。
并称为清迈三大寺庙，不仅深受民众的拥戴，也是清迈最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。作为清迈寺庙群的突出代表，汽笛龙寺又称大佛塔寺，初建成时原本是3座寺庙，后来3座寺庙合并，成为现在的汽笛龙寺。汽笛龙寺始建于1411年，是在兰纳王朝的黄金时期修葺的，迄今已有600多年历史了。汽笛龙寺主要由主殿、小佛殿、僧房等几部分组成。寺内绿树成荫，鲜花绽放，古迹悠悠，清幽静雅。在阳光灿烂的蓝天白云下，金碧辉煌的寺庙建筑显得特别圣洁高贵。来来往往的信众络绎不绝，香火不断，处处弥漫着浓浓的宗教氛围。而汽笛龙寺的特色在于，在寺庙的中央有一座极负盛名的大佛塔，与寺庙一样有着600多年历史。是汽笛龙寺乃至清迈古城中最独特的宗教景观之一。大佛塔呈四方形，外形酷似埃及金字塔，为传统兰纳王朝设计风格。塔身原高超过80米，底层直径54米，是当时清迈市最高的建筑。1468年，一尊玉佛被迎请到寺中。1545年，清迈发生一次大地震，汽笛龙寺的大佛塔顶部30米倒塌。于是，在1551年，这尊玉佛被迁址至琅勃拉邦。1990年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日本政府出资重建汽笛龙寺。然而，有人认为重建的建筑属于泰国风格，而非汽笛龙寺原始的兰纳风格。现今的大佛塔约60米高，因外形呈正三角形，也被称为清迈金字塔。大佛塔只有一面修有台阶，其他3面皆为斜坡，游客不能登塔。大佛塔的塔身用红砖层层堆砌而成，佛塔四面设计大同小异，是有巍然屹立、纳迦龙和大象的雕像，给结构带来神秘感。佛塔的4个方向都有护塔的纳迦龙雕像。塔身有6座大象雕像，其中左侧5座是用水泥修复的赝品，最右侧的1座才是为砖砌古迹。但经历数百年的风雨和沧桑，这些雕像都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坏。佛塔虽布满斑驳，却又散发着残缺之美。这种缺陷的美，更让游客真切地感受到厚重的历史，即便不是佛教徒，依然心生敬畏。在佛塔的顶部，高高地供奉着一尊金色佛像，它是佛塔几百年变迁的见证佛像。在佛塔的后面有2座殿堂，其中1座非常精美的佛殿。据说供奉在殿堂中央，是一位高僧的金身。在汽笛龙寺大殿，供奉着一尊18肘尺佛。殿内建造金碧辉煌，精美绝伦，佛像无数，显得宗教地位非常重要。
每到日落时分，僧侣们将在大殿内举行诵经仪式，他们按照长幼次序落座。游客可以在大殿的后侧和左侧参观，感受泰国佛教文化。除了主要的寺庙和佛塔之外，还有一座较小的建筑物，供奉着一尊卧佛，以及另一个小屋里面还有供奉着一尊大肚子的坐佛。在汽笛龙寺600周年及清迈700周年纪念日，一尊由墨玉制成的玉佛复制品被安置在重建后的寺中。汽笛龙寺之所以能给游客留下深刻印象，在于这座寺庙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。在金碧辉煌的寺院和古老壮观的佛塔相互映衬下，在浓郁的佛教氛围中，守护在清迈古城，庇佑着这里世世代代子民。汽笛龙寺与清迈的其他寺庙一样，成为古城里的清幽宁谧之地，不仅是修行的地方，如今也成为清迈古城极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。因他农山国家公园 Doi Intanon National Park 应该是所有来清迈旅游的人都会想去的清迈景点。这里的高山森林壮丽，美景令人向往，花园景色搭上国王王后双塔，宛如仙境一般。是少数现场如同照片一样美的地方。这座国家公园位于因他农山上，最高峰的海拔近2600米，是全泰国地势最高的山区。因此，因他农山被称为泰国乌脊因他农山国家公园，总面积近500平方千米。当中部、南部等地区常年处在炎热中时，这里的山区却凉意不断，最为凉爽。因此，每年都有很多本国人和外国游客到这里来避暑纳凉，或是欣赏不一样的泰国风光。国王、皇后双塔是位于同一个纪念公园内，进公园后，右边是皇后塔，左边则是国王塔。国王、皇后双塔是泰国皇家空军分别于1989年、1992年建造，用来纪念拉玛9世普密蓬国王与施利吉皇后两人60岁的生日。我们先往据说比较美的皇后塔登顶后，就可以看到超美的紫色皇后塔。不过喜欢拍照的游客反倒都被皇后塔后方的花园所吸引。泰国皇室花园都打造的超级漂亮，加上位居高处，景色更是美翻了。而另一边的国王塔相较于美丽的皇后塔，似乎内敛了许多。国王塔旁边也有一个小花园，可以眺望因他农上国家公园山脉景色。离开国王皇后双塔后，我们往泰国最高峰因他农山的顶峰景点前进。抵达后，就看到一个海拔2565公尺的立牌，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因他农山国家公园的景观，甚至更远的地方。在顶峰立牌后，有座兰纳国王的纪念神龛，这里存放了清迈兰纳王朝的最后一任国王因他威查亚农国王的骨灰。因他威查亚农国王
清迈国王之一，在他执政期间，非常关注北方的山林，并且希望保护该国珍贵的大自然。在因他威查亚农国王去世后，人们为了铭记国王的功绩，因他农山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。因他农山国家公园里有很多值得观赏的瀑布，它们大多分布在公园主道的周围，很容易就能找到。因为山势的陡峭，瀑布也格外美丽，而最佳的观赏季节是在雨季，即每年的5月至11月，此时瀑布的水量充足，非常壮观。公园里还有一个野生动物中心，里面主要是鸟类和大型的哺乳动物。据官方资料统计，里面有362种鸟类，是泰国第2大鸟类保护中心。泰国每年都会有大规模的鸟类迁徙活动，届时鸟儿会从4面8方迁徙到因他农山国家公园，从3月一直持续到7月左右，此时是欣赏鸟类的最佳时间。因他农山国家公园里的樱花开放时，也是非常美丽的景色。从山脚到山顶，从西南到东北，都分布着多多少少的樱花树。而因为气候和地势的原因，山中樱花的开放时间也是各不相同。每年的4月到8月，公园内的樱花基本已盛开了，此时是最好的观赏季节。公园内除了入口处的平房可以提供住宿外，公园周围还有其他的度假酒店，每晚的价格在1500泰铢至2500泰铢左右。另外，如果想在这里露营，在公园总部或是一些酒店里，都可租赁帐篷，一般的2人帐篷是250泰铢一晚。因他农山国家公园的门票是比较划算的，外国游客的门票是成人300泰铢，儿童150泰铢，而泰国本地人的门票是成人50泰铢，儿童20泰铢。泰国北部小城清迈，现在成为游客的热点目的地。清迈的旅游景点之一，因他农山国家公园 Doi Intanon National Park， 除了避暑之外，还有很多吸引游客的自然景观。与喧嚣的人工景点不同，因他农山正如深藏在原野中的瑰宝，等待着热爱自然的爱泰游者们去深入探索。如果说泰国有2大节日不可错过，第一就是每年公历4月中旬的泼水节 Songkran Festival， 第二就是每年公历11月中旬的水灯节 Loy Krathong Festival。 每年泰历12月15日，泰国各区都会举行水灯节 Loy Krathong Festival， 为祭祀河神，并祈求来年风调雨顺、诸事平安，同时也象征着过去1年中的晦气和罪恶都将随着水灯飘走。水灯节期间，泰国其他地方一样也会放天灯，只是最令人震撼的万人天灯盛会 Eping Festival 只在清迈。
因为在清迈，除了放水灯，每年的水灯节活动还会举办万人天灯盛会，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一同欣赏万盏天灯齐飞的盛景。就如同繁星点缀着夜晚的天空般，感觉浪漫而美丽。水灯节跟天灯节是两个不同的节日，水灯节是全国性节日，天灯节是泰北区域性节日。其实天灯节是水灯节的一部分。古老的泰北兰纳人相信，在泰历12月的第一个月圆之日，飘水灯、放天灯，能带走人类生命中的厄运，解除怨结，同时预示着万神归天的祥兆。万人天灯节也是清迈水灯节最壮观的活动。活动将伴随着诵经仪式，僧侣们为大家念经祈福加持。数以万计的天灯一起亮起，放飞天空，瞬间天空如银河般灿烂。让天灯承载着美好的祝愿飞上天空，让人突然觉得不只是感动、难忘，甚至会有一种虔诚的感觉。宗教信仰的力量和平凡人的期许，在这一刻得到了完美的融合，今后也会在人生回忆中占有一丝席位吧。泰国的情侣也会选择在放天灯的时候告白，以其爱的誓言能随着天灯直通天际，得到庇佑。这一天是泰国民间最热闹、最富诗意的传统节日，也被泰国人称为情人节。在千灯齐放的瞬间，何其难忘！如果说泼水节是泰国人湿身的狂欢，那么水灯节让我们看到了泰国人的静谧与柔情。水灯节作为重要性仅次于泼水节的泰国第二大节日，虽然泰国全国各地一样会庆祝水灯节，但是唯独清迈所处的泰北，除了放水灯，还有被誉为泰国7大奇迹之一的万人天灯盛会。成千上万人聚集在一处，共同放飞手中的天灯，这是人类唯一一个可以创造银河的节日，也是人一生必去一次的节日。如果你想见到清迈最美的样子，那么就在天灯节时来吧。11月的泰国清迈，是一场浪漫旖旎的梦。Capcoon Cup， 谢谢你的收看，请记得订阅泰国攻略频道，是完全免费的。